Hello，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 JCK， 好久不见。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跟客户创作拍摄东西，所以呢，在开头我也跟大家汇报了一些我们最近拍摄的成果，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所以这一期呢，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真付费级的产品摄影教程。所以内容可能会依然有点长。不过我相信你如果耐心的看下来，一定会非常有收获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本期内容分享给你身边正在学习摄影或者喜欢摄影的朋友，我相信都是有价值的一期内容。然后我为什么选择这一张作品呢？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张作品拍的有多好，而是说因为我们在拍这张作品的时候，我们无论是从用光上面还是布景上面，我认为可讲的知识点都更多一些，然后大家看这一个案例呢，也会获益更多一些，所以我就拿了这张作品跟大家去做案例分享。这里插播一条广告，想要系统学习提升产品摄影的小伙伴，可以咨询了解一下我们杭州的摄影线下课程，从前期的创意策划到拍摄到后期的调色修图，我们全部都包含，并且提供了大量的视频资料，辅助大家更加系统全面的掌握产品摄影这项技能。外地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免费的住宿。那接下来我就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这一组创作的时候有哪些知识点可以分享。好，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场景，然后看一下我们用到了几个灯，我们一共用到了5个灯。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讲呢？我们先从构图上面布置场景上面去讲吧。大家记住，拍这种场景一定要注意的是，无论你是从这个方向往这拍，还是从上面往下俯拍，一定要有空间关系。如果你从前面往这个方向拍呢，一定就要有前中后这么一种空间的营造。你从上面往下拍呢，那一定要有上中下，看到了吗？一定要有这种空间关系，那你的作品看起来就会更加的丰富，更加有层次，就不单调了。很多新人他拍照为什么不好看？因为他本身构图布置上面他就没有层次感，他打光打得还平，那你这样作品肯定不会好看，对不对？这是我要说的一个点。那我们就看这张作品怎么拍摄呢？我们先打开第一盏灯，其实我第一个先加入的灯是这个灯，它是一个造型灯，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打出来的效果。大家看到了吗？我去给它打了一种很硬的这种光影，然后这种光影打出来的效果，我们只看这一个灯的效果。OK， 大家看到了吗？这个效果其实就是我想要的，它就相当于它是从树叶的缝隙中落下来的这么一种光，它更大的作用就是突出这种戏剧性，光影的戏剧感。那你说为什么不去加像标准照呀，或者说加什么其他的造型工具呢？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用这种菲涅尔透镜，看到了吗？去让它也是去控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即便用了菲涅尔透镜，你打在这里，它还是打亮的场景会比较多。它打亮场景一旦比较多，这个氛围就破坏掉了。如果你没有很强的控光能力，那后面你就失控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会在这个场景上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特别平的照片。所以我们在选择用光上面，我先打了这么一个氛围光，去打出一种光影的戏剧感。那你说产品不亮呀？那产品不亮，你就把产品打亮嘛，因为这里边的就是哪里不亮打哪里。那我们从这里先加一个光，然后我也给它加了蜂巢。好，我现在就把它去打亮。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效果。OK， 大家能看到吧？产品这里本身是不是已经亮了？但是这个瓶盖这里，对吧？它的这个盖子这里还是没有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这个灯，我们从这个方向，对吧？也让它去打亮。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灯，我去打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我去给它打了一个很窄的这种缝隙光，缝隙光就是保证只是这块亮起来，而这片区域呢，我还是一个什么保护的状态，这样是更好的控制一下光比，而且在尽可能的保留光影的戏剧感。
在这里呢，我刚才漏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还有一个小细节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灯架，你看这个灯架跟这个传统的灯架是不是有区别？我们传统最便宜的这种灯架，它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特别低，那你想把它有时候去插入一些地方，或者说两个灯架之间，你去这样弄进去，对吧？真正拍过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弄不进去，特别麻烦。但是现在你看这种灯架，它把这个已经架起来，架得特别高，所以我就可以把它这样去弄进来了。那你说老师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就一定要这样吗？对，你这里牵扯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很多人拍作品，我们所有的线下课学员里边，我跟你说，10个人都会犯错误，就是你看大部分人拍产品他怎么拍呢？他就这样拍，离得太远了，懂吗？就是大部分人拍产品不出彩的关键就在于他不敢把灯拿得太近，所以你现在把灯拿得太近，太亮了，你就去控光嘛，对不对？因为你拿得太远，你根据光的平方法比定律来说，那你拿得远了，光比就弱了，光比弱了，画面就平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讲大家能不能理解？好，现在发现我们的这个场景这里也亮了，然后我们的产品也亮了，但它还缺什么呢？你看这一块是不是死黑呀？这一块是死黑，所以我在这里呢，你看加入了这个灯 ，OK， 我加入这个灯，目的就是把这里打亮。我们再看一下效果。好的，我们现在发现这里也已经亮了。那你说，我觉得黑的好看，我为什么一定要打亮它？我的建议是一定要把它打亮，但是你可以不用让它特别亮。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拍完之后它是亮的，但是后面你又觉得还是暗的好看，那你完全可以用曲线之类的工具把它再压暗，这样你的画质是没有损失的。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拍的就很暗，你靠后期硬提拉，它一定会产生很多噪点，对不对？对画面的纯净度会有损伤。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就想在镜头前面加一个遮挡。好，我把镜头再拿过来。最后我们做前景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也是用了这么一个花，大概是这样，我们去做一个前景遮挡。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前景遮挡拍出来它不是特别亮，还是黑的，怎么办？我在这里又加了一个灯，看到了吗？专门去打这个前景遮挡。OK， 我这样拍下来，大家是不是看一下效果就非常不错了呢？ OK， 这就是本期的干货分享，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赞、收藏、投币，然后可以3连支持我一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频道最大的动力，我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创作干货。好了，我们下期见，拜拜。